当你徜徉于喧嚣的都市，当你漫步于崎岖的山路，当你流连于鬼斧神工的自然美景，沉醉于潺潺的水声和鸟儿歌唱时，你会感受到原来生活如此惬意，大自然美景让人如此心旷神怡，无论是山还是水，是草还是木，都散发着醉人的美。我们赖以生存的这颗神奇的星球，经过亿万年沧海桑田的巨变，成就了无数让人震撼的自然奇观，千丈雪峰、万里江河、浩瀚大漠、磅礴山川，地球上许多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遗址都是大自然亲手打造的。新视野整理了一些世界自然奇观，分成几期和大家一起分享。大堡礁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群，位于澳大利亚东海岸，是世界著名的自然奇观之一，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自然遗产。大堡礁总长度约2300公里，从北部的托雷斯海峡一直延伸到南部的弗雷泽岛，由超过2900个珊瑚礁和900个大小岛屿组成，分布在348000平方公里的海域中，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有机结构，是地球上唯一从太空可见的生物。它是世界上最丰富的海洋生态系统之一，是超过1500种鱼类、4000种软体动物和硬珊瑚的家园。它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海龟繁殖地之一，还是众多鲸鱼、鲨鱼、海鸟等海洋生物的重要栖息地。这些物种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复杂而脆弱的生态系统，依赖珊瑚礁生存。珊瑚是由许多小动物组成的，这些微小的动物构建了坚硬的外部骨骼，以形成我们所认识的充满活力的结构。健康时，珊瑚与藻类具有共生关系。珊瑚会产生荧光化学物质，保护藻类免受强烈阳光照射，几乎就像防晒霜一样。藻类利用光合作用制造糖分，通过这种方式，藻类为珊瑚提供食物和氧气，而珊瑚则为藻类提供保护和养分。藻类还赋予珊瑚多种颜色。然而，大堡礁也面临着一系列的威胁，包括全球气候变化、海洋酸化、污染、过度捕捞和旅游活动等。撒哈拉沙漠位于非洲北部，总面积920万平方公里，占非洲面积的31%，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其气候条件非常恶劣，是地球上最不适合生物生存的地方之一。沙漠的气候极端干燥，气温极高，日夜温差大，白天温度可能超过50摄氏度，夜间则可能降至冰点以下。沙漠地区的降水非常有限，大部分地区年平均降水量不足25毫米，甚至有些地区几乎没有降水。由于高温和低湿度，撒哈拉沙漠的气候条件极端恶劣，很难维持生命。数千年前，人类便生活在沙漠边缘。在上一个冰河时期，撒哈拉沙漠比今日要湿润许多。超过3万幅岩刻在这里被发现，其中近一半在阿尔及利亚东南部的阿杰尔高原，描绘了河流中的动物。此外，还发现了包括非洲猎龙、约巴龙和豪永龙在内的恐龙化石。在公元前1600年之后，地球轴心的转移导致气温上升和降雨减少，撒哈拉由此发展至今日的模样。除了尼罗河河谷，小部分的绿洲以及北部高地的地中海植被，已经没有大面积的植被地带。几十万年来，由于地轴绕太阳旋转时的进动改变了北非季风的位置，撒哈拉以2万年为一个周期，在沙漠和稀树草原之间交替。目前正处于干旱期，但预计在15000年后会变绿。当北非季风最强时，撒哈拉地区的年降水量和随后的植被增加，导致通常被称为绿色撒哈拉的条件。对于相对较弱的北非季风来说，情况恰恰相反，年降水量减少，植被减少，导致撒哈拉气候周期的一个阶段被称为沙漠撒哈拉。
大峡谷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西北部，是科罗拉多河经过数百万年以上的冲蚀而形成的。其色彩斑斓、峭壁险峻，被誉为地球的壮丽绝景，每年吸引大约500万的游客前来欣赏其壮观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地质历史。197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大峡谷总长446公里，平均深度1200米，宽度从0.5公里至29公里不等。科罗拉多高原抬升时，科罗拉多河及其支流切割层层沉积岩，由此形成了大峡谷。大峡谷的边缘是一片森林，越往峡谷中走，温度就越高，到峡谷底端则近似荒漠地带。因此，大峡谷中包含了从森林到荒漠的一系列生态环境。太阳的光影在峡谷上投下层层叠叠的阴影，形成了独特的光影效果，使得大峡谷在不同的时间和角度都呈现出不同的美丽面貌，给人以震撼和惊艳之感。峡谷两侧耸立的悬崖峭壁、错落有致的岩层、千姿百态的岩石柱和山丘，构成了一幅壮观的地质画卷，使近20亿年来的地质变迁史一览无余。在峡谷的岩层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地球漫长的地质演变过程。峡谷的岩石层次高达数亿年，包含着地壳运动、沉积作用、侵蚀作用等多种地质现象的痕迹，为地质学家和研究人员提供了独特的地质宝库。此外，峡谷中还保存着古老的化石和遗址，为研究地球生态演变和人类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维多利亚瀑布位于非洲赞比亚与津巴布韦边界，宽约 1.7 公里，高约128米。1855年，苏格兰探险家戴维·利文斯通成为首位见到维多利亚瀑布的欧洲人，并以维多利亚女王的名字为之命名。当地人称它为莫西奥图尼亚，它是世界上最壮观的瀑布之一，以其雄伟壮观的景象而闻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虽然它既不是世界上最高的瀑布，也不是最宽的瀑布，但其1708米的总宽度和128米的高度，被列为面积最大的瀑布。1.5亿年前，地壳运动所造成的岩石断裂谷正好横切3比西河，河水直接泄入长72公里、宽25至75米的峡谷，形成了维多利亚瀑布。瀑布所产生的水雾在瀑布附近形成了一片雨林，烟雾可以达到300米的高处，即使在50公里外也可以看到。维多利亚瀑布以它的形状、规模及声音而举世闻名，堪称人间奇观。而瀑布附近的雨林又为瀑布的壮景平添了几分姿色。雨林是面对瀑布的峭壁上的一片常年青葱的树林，它靠瀑布水汽形成的潮湿小气候长得十分茂盛，仿佛终日置身于雨雾之中，即使是大晴天也不例外。在8月至12月的旱季里，瀑布的全宽可尽收眼底，不过这时的水位可能很低。到3月至5月，瀑布会变得惊天动地，流量达旱季时的15倍。瀑布顶部有一个天然的泳池，称之为魔鬼游泳池，号称全世界最危险的天然游泳池，其边缘就是100多米的深谷。帕里库廷火山是位于墨西哥米却肯州西部的一座火山，在帕里库廷村附近，并因此而得名，是世界最年轻的火山之一。在1943年以前，这座山还不存在。1943年2月20日，村中的农民发现自己的玉米田里出现一个裂洞，很快洞中涌出岩浆，喷出火山灰，24小时之内就形成50米高的火山锥，1个星期内达到100米。到了3月份，火山灰掩埋了帕里库廷村和圣胡安村2个村庄和数百幢房屋。6月12日，大量岩浆喷出，8月份2个村庄全部被掩埋。1年间，火山锥已经达到336米高，覆盖了25平方公里的区域。火山一直断断续续地喷发，直到1952年彻底停止喷发。这时的火山锥高424米，海拔高度3170米。
火山活动增加了墨西哥中部高原和深达 1.8 公里的熔岩沉积物。沉积的火山灰创造了肥沃的土壤，形成了墨西哥生产力最高的农田。帕里库廷火山是4万平方公里的玄武岩高原上的1400个火山口中最年轻的一个。目前火山口的直径约为200米，虽然火山活动已经停止，但帕里库廷火山仍然很热，降水在地热作用下被加热，在火山锥上的溪流中散发着蒸汽。创造火山的地质力量依然活跃。1997年，帕里库廷地区发生了230次强烈的地震，其中5次超过 3.9 级。1995和1998年均有黑色蒸汽和地下隆隆声的报道。2006年夏天又发生了大量火山地震，其中300多个地震中位于火山附近，表明岩浆仍然在地下运动，但帕里库廷火山没有继续喷发。珠穆朗玛峰位于中国与尼泊尔边界，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峰，也是世界第1高峰，海拔8848.86米，全年平均温度为零下29摄氏度，被称为世界第3级。大约6500万年前，印度板块向亚欧大陆冲来，并最终撞上亚欧大陆，形成绵延的喜马拉雅山脉。由于亚欧板块和印度板块边缘的冲撞挤压，使喜马拉雅山地区猛烈抬升。据测算，平均每1万年大约升高20至30米。直至如今，印度板块和欧亚大陆板块还继续以每年 5.08 厘米的速度互相挤压，致使整个喜马拉雅山脉仍在不断上升中。珠穆朗玛峰每年增高约 1.27 厘米。由于珠穆朗玛峰是世界上最高的山峰，因此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和攀登尝试。此山古时是否有人登过，不得而知。但自1921年起，不断有人试图登顶珠峰，遭遇多次失败。其中1924年英国远征队的乔治·马洛里与安德鲁·欧文丧生，而携带的可能有登顶照片的相机失踪，因此两人是否成功登顶至今仍无定论，成为珠穆朗玛峰上最大的谜团之一。1953年，新西兰人埃德蒙·希拉里和尼泊尔夏尔巴人丹增诺尔盖第1次从尼泊尔境内的南坡登上峰顶。当时，两人都承认这是整个探险队的团队努力，但丹增在几年后透露是希拉里率先登顶。他们在山顶停下来拍照，并在下山前在雪地里埋了一些糖果和一个小十字架。攀登珠峰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迄今为止有4800多人成功，而途中不幸丧生者超过300人，珠峰登顶死亡率大约是 8% 至 9%。至今，珠峰上还遗留着大约200具登山者遗体。极光，又称极光光芒或极光带，是在极地地区出现的一种自然现象。它是由太阳的带电粒子与地球的磁场相互作用而产生的，通常在极地的冬季出现，是一种令人惊叹的自然奇观。极光最常见的是在北极和南极地区，因此分别称为北极光和南极光。极光出现的时间和频率与太阳活动周期有关。当太阳发生大规模的爆发时，会释放出大量带电粒子，这些粒子经过数小时或数天后抵达地球，与地球的磁场相互作用，形成了美丽的极光。北极光的颜色主要为绿色和粉红色，南极光则更倾向于红色和紫色。这些颜色是由带电粒子与大气中的氧、氮分子碰撞后释放的能量而产生的。具体来说，带电粒子进入大气层后与氧分子碰撞，激发氧分子发射绿色和红色的光线，而带电粒子与氮分子碰撞则会产生蓝色和紫色的光线。极光的形状和运动也非常奇特，它们呈波浪状或彩带状，有时还会出现不规则的形状，像是一团漂浮在空中的光球。极光的运动速度很快，大约每秒几百公里，而且通常是在静止的夜空中出现，让人感到非常神秘和壮观。虽然极光是一种美丽的自然现象，但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在极光出现的同时，会释放出大量的带电粒子，这些粒子可能对人类的健康和通信设备造成影响。此外，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也可能影响到极光的出现频率和强度。总之，极光是一种非常特别和神秘的自然现象，让我们对地球的奇妙和不可预测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优胜美地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国家公园，占地面积3074平方公里。198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其壮观的花岗岩峭壁、瀑布、清澈的溪流、巨型红杉林和生物多样性为国际所公认。优胜美地的地质特点是花岗岩岩石和古老岩石的残余物。大约1000万年前，内华达山脉隆升倾斜，形成其独特的斜坡，增加了溪流和河床的陡峭程度，从而形成了又深又窄的峡谷。大约100万年前，冰川在海拔较高的地方形成，最终融化并向下移动，切割并塑造了 U 型山谷，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欣赏其优美的景色。优胜美地的本质是岩石，无所不在的花岗岩仿佛形成了粗糙的灰色帆布，画着耀眼的翡翠森林、闪耀的银色河湖以及形形色色的花草树木。冰雪是这座自然圣殿的创造者，200万年前的冰河冲刷着这片土地，切割出深深的峡谷，雕琢成险峻的山峰，磨洗着陡峭的崖壁，创造出巨大精枪的花岗岩块，以它的无穷力量将远古蜿蜒的小河及起伏的小丘转变成雄伟壮观的地形。这里有世界最高瀑布之一的优胜美地瀑布，有世界上最高大的独立花岗岩酋长石，以及最老的山红木灰熊。乌尤尼岩沼位于玻利维亚西南部的乌尤尼小镇附近，是世界上最大的岩沼，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里，也是一个独特的自然奇观。它被誉为世界上的天空之镜和世界上最近似月球的地方，因其广阔如镜的岩原和壮观的风景而闻名，有天空之镜的美称。乌尤尼岩沼是在安第斯山脉隆起过程中所形成的。安第斯山脉是属于较新的山脉，在经历一些剧烈的地理活动而从海底隆起后，其间形成了许多装满海水的湖泊。约在4万年前，乌尤尼岩沼所处的区域为一个名为明清湖的史前巨湖，之后逐渐干涸，形成2个大咸水湖，普波湖与乌鲁乌鲁湖，以及2个大岩沼，乌尤尼岩沼与科伊帕萨岩沼。乌尤尼岩沼以其独特的景观而闻名于世。在干燥季节，整个岩沼变得干燥平坦，白茫茫一片，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反射着天空和云朵，形成了壮观的天空之镜效果。此外，由于面积空旷和稳定的表面，具有类似于冰原的强烈反射作用，使乌尤尼岩沼成为一个校准卫星距离测量设备的理想选择。除了一望无际的岩滩之外，这里还有粉色火烈鸟、千年仙人掌、珍稀的蜂鸟以及完全由岩砖建造的宾馆，这使乌尤尼岩沼成为游客在南美的必游之地。巨人之路位于北爱尔兰北海岸的安特里姆郡，是一个由大约4万根六角形石柱组成的8公里的海岸。石柱连绵有序，呈阶梯状延伸入海。198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巨人之路是这条海岸线上最具有特色的地方。这4万根大小均匀的玄武岩石柱聚集成一条绵延数千米的堤道，形状很规则，看起来好像是人工凿成的。大量的玄武岩石柱排列在一起，形成壮观的玄武岩石柱林。它们以井然有序、美轮美奂的造型和磅礴的气势令人叹为观止。据传说，远古时代爱尔兰巨人要与苏格兰巨人决斗，于是开凿石柱，填平海底，铺成通向苏格兰的堤道，后堤道被毁，只剩下现在的一段残留。
地质学家研究其中构造，发现这道天然阶梯是由活火山不断喷发后，火山熔岩多次溢出结晶而成。经过海浪冲蚀，石柱群在不同高度被截断，便呈现出高低参差的石柱林地貌。在巨人之路海岸，4万多根这种玄武石柱不规则地排列起来，绵延几公里，气势磅礴，蔚伟壮观。好了，这一期的视频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以及订阅这个频道，并打开接收通知。希望你会喜欢这一期视频，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